B-2奔袭千里，摧毁伊朗核设施。伊朗对等打击导弹袭击中东美军基地。特朗普宣布以24小时后全面停火。伊朗导弹安装几束弹头，空袭以色列城区。伊朗盟友飘了，申请出战。伊朗仅剩100个导弹发射器，以军空袭单日成本高达3.1亿美元。德美14架大型运输机再次降落特拉维夫，为以色列补充弹药。以色列一日清除30名伊朗将领，伊朗内部正在分裂。精彩资讯即将开始。说好的2周呢？这怎么就开打了？难道这就是特朗普速度？对俄罗斯唯唯诺诺，对伊朗重拳出击，然后伊朗也是头铁，发射导弹直击中东美军基地。接下来火力军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流程。19号时，特朗普表示他会在未来2周内决定是否直接介入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事。火力军本以为他会和对俄制裁一样，2周无限期进行延长，但谁知道当地时间21日晚上18点40分，美空军于伊朗南部发动了代号为午夜之锤的空袭行动。据悉，美以双方派遣了7架共搭载14枚 GBU-57的 B-2轰炸机，数架以空军的 F-35以及双方的保障机型，包括电子战飞机、预警机、加油机，并与数艘舰艇配合完成了此次行动。他们先后打击了伊朗的福尔多、纳坦兹与伊斯法罕核设施。毫无疑问，本次美军主攻方向是福尔多核设施，因为他们在那里投下了12枚 GBU-57炸弹。事后，美国联合参谋长丹·凯恩当着媒体的面把整个任务的全部流程都展示了出来，包括但不限于出动了125架军机，其中大量承担烟雾弹任务。火力军从公布的视频中看到了凯恩参谋长浓浓的骄傲，仿佛在告诉所有人美军的强大。据美军初步估计，伊朗这3处地点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损害和破坏。有趣的是，伊朗方面并不认同美国的说法，如其中最权威的福尔多核设施所在区域的库姆人民议会代表马南拉希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福尔多核设施并没有受到严重损坏，称大部分损坏只是在地面上，可以修复。”这个时候，伊朗盟友俄罗斯也跳了出来，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称，伊朗核基础设施似乎未受影响或仅受到轻微损坏。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伊朗未来核武器的生产可以继续。这种争议的出现是必然的，毕竟这可是核设施。即便在遇袭地点的高清卫星照片发出后，有关地下设施是否遭遇有效打击的争议也依旧存在，甚至有增无减。仅从照片上看，福尔多核设施2处位于山脊线上的凸起坑道状类似物上，各留下了3个奇怪形状的弹坑。按照美军6架 B-2奇袭福尔多的说法，这6个弹坑很可能是各吃了2发 GBU-57的结果。根据美国和以色列媒体统一的宣传口径，弹着点周边伴有地面沉降迹象，炸弹全部钻入了通风口与行军隧道，并摧毁了核设施的关键核心。而根据亲伊朗方面军事发言人的说法，整个核设施所在的整片山体的大部分区域并没有出现垮塌现象，其核设施整体结构应该未受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袭击发生前，英国卫报也做出了类似的预言。其6月19日独家报道称，特朗普做出打击伊朗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确保 GBU-57能摧毁伊朗的福尔多地下核设施，但他现在对这一点并没有太多信心。另外，根据复原的6月以来的当地卫星图片，早在12到13日，也就是以色列对伊朗大规模袭击后的几小时，就有拍摄到伊朗派出了大量车辆，正从这3处地点转运大量物资和设备。直至 B-2攻击前，这样的转运行动一直没有停止。到了20日和21日，袭击后，该设施周遭甚至还出现了隶属于伊朗国防军的工兵部队，开始向设施周遭所有疑似通道的地点都灌满了沙土。具体情况尚不明朗，福尔多核设施究竟有没有被摧毁，我们静待后续。之后，也就是23日，头铁的伊朗发射导弹袭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当地时间23日晚，伊朗宣布向美国驻卡塔尔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袭击发生后，伊朗武装部队发布声明称，继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进行公然军事侵略，并明显违反国际法之后，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策划和武装部队的领导下，伊朗对美国在卡塔尔的乌代德军事基地发起强力导弹袭击。为什么选择乌代德空军基地？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官方信息，乌代德空军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约30公里的沙漠地带，是美国在西卡地区最大的战略资产，也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地区总部，约有1万名美军驻扎在该基地。而伊朗发布这样声明的意思，是在向美国传达，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针对其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攻击置之不理。此外，伊朗武装部队还表示，
任何错误都将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机构加速崩溃，并最终逃离西亚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本次成功的行动所使用的导弹数量与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所使用的炸弹数量相同，且伊朗此次袭击的美军基地距离卡塔尔的城市设施和居民区较远，没有造成无辜伤亡。对于伊朗的导弹集合发言，美国国防部官员23日证实了此次袭击，但表示美方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卡塔尔国防部也发表声明说，卡塔尔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所有针对乌代德空军基地的导弹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而在伊朗发射导弹袭击后，特朗普召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凯恩前往白宫战情室。之后，在23日下午，特朗普突然发文称，伊朗对美国轰炸伊朗3处核设施的反应非常软弱，并感谢伊朗领导层提前通知了此次导弹袭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伊朗向乌代德美军基地发射的14枚导弹，其中13枚被击落，1枚被释放，因为它朝着不具威胁性的方向飞去。特朗普称，我很高兴地报告，没有美国人受伤，几乎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把一切都发泄出来了，希望不会再有仇恨。我要感谢伊朗提前通知我们，这使得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人受伤。特朗普表示，现在的伊朗也许能够走向和平与和谐，并称他将鼓励以色列也这样做。另外，特朗普还在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已完全同意全面停火。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强调，美国的军事目标是摧毁伊朗的核能力，而非寻求政权更迭。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发文时间为美国东部时间23日18时。特朗普称，双方停火将于大约6小时后开始，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24日0时。而其所说的停火协议涉及2个12小时的停火期，伊朗将启动首个12小时停火，以色列随后将进行第2个12小时停火。24小时后，战争将正式宣布结束。另外，大家看到这个消息了吗？有匿名的以色列前高级情报官员告诉 NBC 新闻说，因为伊朗使用了更先进的导弹，将以色列的反导网的预警时间从之前的10至11分钟缩短到了6到7分钟，导致以色列的反导网拦截效率下降，已从此前的90%下降至65%。而这消息本来没什么，弹道导弹有多难拦截，看过之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加上以军拦截弹的消耗，拦截率下降是正常的事情。但有人却因这条说以色列顶不住了，火力军就不认同了。过去1个星期，尽管网络上充斥着大量以色列城区被炸、F-35接连遭打爆的画面，但有很多是某些人的意淫，属于 AI 作品。毕竟 F-35要是跌落神坛，美军攻必然受挫。试想，截至21日，伊朗射向以色列发射的482枚导弹中，仅有22枚突破了防御，其中8枚还落在空地上。但凡有一些军事认知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14枚导弹造成的破坏绝对与伊朗宣传的不符。当然，火力军不否认伊朗的导弹袭击正在升级。如据综合以色列时报和战争研究所的报道，20日凌晨5点，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20枚导弹，21日和23日又发射至少6枚弹道导弹和15架无人机进行攻击。尽管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了不少，但还是有数枚导弹未能被拦截，击中了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南部贝尔谢巴的几座建筑物，以及特拉维夫等地区。值得注意的是，经以色列国防部证实，伊朗至少发射了1枚带有集束弹头的弹道导弹。我们都清楚集束弹头的威力，相比大型高爆弹头，其可以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造成更大的伤害。而这枚导弹在距地面约7000米高度时破裂，释放出约20枚子弹头。这些子弹头随机散落，打击覆盖面积半径约8公里，对以色列贝尔谢巴的公路造成了一定损坏。不过有消息说，伊朗的目标是城区的建筑，但由于母弹精度不够，加子弹没有制导，这才打到了公路上。从流出的照片看，这些子弹药大小类似一枚122毫米口径炮弹，特殊的空气动力学设计让其在下落时能够保持自旋稳定。不过在大约200平方公里范围内落下约20枚这种小炸弹，破坏力极为有限，甚至还出现了哑弹。当然，伊朗可能也清楚集束弹头无法对以色列建筑造成较大破坏，所以火力军怀疑伊朗目标一开始就不是奔着攻击军事目标去的，而是奔着杀伤和破坏民用设施进行了打击。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古什丹地区发现了没有爆炸的子炸弹，那里是以色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为此，他们警告民众不要靠近任何导弹残骸，一旦发现必须立即报告。此外，伊朗还继续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不过相比导弹打击，伊朗的无人机袭击基本就没成功过。主要原因是距离过远，让以色列对伊朗无人机有充足的反应时间。据悉，伊朗无人机大约需要9个小时才能到达以色列，这时以色列能够紧急呼叫飞机或指挥飞机，
进行空中巡逻以拦截来袭的无人机。如20日早上，以色列国防军就拦截了至少16架伊朗无人机。综上所述，伊朗和其支持的哈马斯、胡塞等代理武装一样，已将无辜人员纳入了攻击范围，不再伪装。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对以色列居民发出威胁，称地狱之门已经为你们打开。同时，他还叫嚣表示，伊朗还没有使出全力，称伊朗还没有使用陆地和海上的打击能力，并且特意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显然，伊朗这又是在拿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做筹码。确实，该海峡的战略价值非常高，几乎占了全球石油航运的30%。不过，火力军之前就分析过，一旦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日就是其灭国之时。此外，雷扎伊还称，已有盟友申请出战，火力军很怀疑这个盟友会是谁。要知道，黎巴嫩真主党和胡塞武装正在被以军打击啊。而关于以色列反导网即将耗尽拦截弹的说法，火力军认为并不成立。先说打击方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得益于掌握了伊朗天空制空权，以色列空军在情报部门配合下，目前主要以摧毁伊朗导弹发射车为目标。其在高分辨率卫星监控下，大部分伊朗导弹发射载具只要移动或准备发射就会被摧毁，导致伊朗无法组织起大规模导弹袭击，同时也减轻了以色列反导压力与昂贵的拦截导弹消耗。据以方19日通报，其摧毁了伊朗2/3导弹发射载体。以色列甚至评估认为，伊朗如今只剩下100个左右的导弹发射器。对此，德黑兰方面尚未做出回应，可能是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以军才不管这些，该有的空袭打击仍在进行。如20日时，以军就对阿尔兹的卡尔巴拉作战基地进行了多次空袭。据悉，该基地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位于伊朗西南部的10个地区司令部之一，负责监督3个省级军团，包括胡奇斯坦和瓦利阿斯尔、洛雷斯坦和阿布尔法兹尔、科赫吉鲁耶和博耶、艾哈迈德的法特，同时也负责指挥伊朗几个主要作战单位，其中包括第7瓦利耶阿斯尔作战师和第15伊玛目哈桑莫吉塔巴特种部队旅等。以军打击这里，旨在破坏了以军的指挥系统。与此同时，以军还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和防空系统进行了针对打击，其袭击了伊朗南部的几个弹道导弹基地、布什尔省的第6战术空军基地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兹北部的一个防空基地。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这些袭击并未针对布什尔核反应堆，而是摧毁伊朗在这里储存的弹道导弹，避免其打击美军基地和以色列。另外，在第2波打击中，以军出动15架战机，发射30多枚导弹，袭击了伊朗西部的导弹发射场和德黑兰西北部齐特加尔的伊军阵地等数十个目标。目前袭击还在继续，具体损失有待进一步澄清。不过，据以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对伊朗空袭1天的成本就高达3.1亿美元，想来损失不会太小。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再次减弱，在对以色列援助上，来自德国和美国的14架大型运输机再次降落特拉维夫，为以色列补充大量反导拦截弹与其他弹药。尤其是美国为其运来了急需的剑3拦截弹，目前运往以色列的美国武器可能要比运往乌克兰的美国武器更多。以色列是美国的真正盟友，相比之下，伊朗弹药却用一点少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据战争研究所报道，6架美国空军的 KC-46A 加油机已从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基地向西移动到夏威夷檀香山和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美空军能通过这些加油机在更大范围内投射动力来支持以色列。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尽管伊朗依然能组织起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但规模已经明显缩小，且完全不是外界推测的伊朗在玩消耗战，小规模甚至零星发射导弹，只会增加以色列反导网的拦截率。在目前以色列空军已经统治伊朗领空的条件下，伊朗根本没有时间来耗死以色列，反而是以色列正准备对伊朗发动一场长期战役，以消除以色列的生存威胁。据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中将表示，伊朗拥有约2500枚地对地导弹，2年后可达8000枚库存。因此，以色列在先发制人打击中消灭伊朗高级指挥官，破坏核基础设施，摧毁伊朗一半的发射器，并开辟了通往德黑兰的空中走廊。但未来仍面临更多挑战。扎米尔强调，趁着现在局势有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如果拖延，将使以色列处于不利地位。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还加强了对伊朗政权标志和与德黑兰国内官方场所的打击，以破坏该政权的稳定，其中包括伊朗执法司令部、巴斯基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省级单位等。而在清除伊军高级人员上，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发布战报称，仅在开战当日就30名伊朗指挥官被清除。
伊方还同时公布了伊朗新任最高军事指挥官沙德马尼的遇袭细节。据悉，他曾一度逃过了首轮轰炸，接着沙德马尼被转移到了德黑兰的一处秘密总部，但随之而来的是以军发动了第2次空袭，并成功将其击毙。但伊朗方面随后否认了以色列的说法，声称沙德马尼还活着，并且在医生的努力下伤势趋于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沙德马尼本来就是被紧急任命的，他的前任阿里·拉希德已经在几天前被以军清除。此外，伊朗革命卫队还任命了新的情报局局长马吉德·卡德米，以接替之前被消灭的卡泽米。他又能坚持几天，让我们拭目以待。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战果好像再次被打假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发布的战报称，其击落了以色列第5架 F-35战机，而且还俘获了以色列飞行员。但当媒体采访狱中被俘的以色列飞行员时，却发现该名以色列飞行员是俄罗斯音乐人安德烈·马卡列维奇。现在假消息太多，火力军都不知道这个打假消息是不是假的了。以色列明显不想停战，对以色列来说，只有彻底摧毁伊朗福尔多地下铀浓缩核设施，才算实现了基本目标。除此之外，如今的以色列明显还有了其他目的，其中包括卡兹国防部长说的清除哈梅内伊。但这样的宣言不仅是伊朗急了，连俄罗斯都坐不住了。这不，佩斯科夫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哈梅内伊被杀害，俄罗斯将做出强烈反应。这里的强烈反应并不是军事介入或者其他什么有力反应，而是其会坚决予以谴责。毕竟一场俄乌战争不仅暴露了俄罗斯的虚实，也让俄罗斯失去了在中东等地的实际影响力。伊朗方面有哈梅内伊这个强硬派在，放弃核发展有点难。6月20日时，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就明确拒绝参与美国提议的谈判，认为美国人不可靠，只愿意参与欧洲3国即德国、法国和英国进行核谈判。虽然目前谈判无疾而终，但均表示愿意继续。但相对于美国向伊朗提出停止铀浓缩、终止远程导弹计划、拆除关键和基础设施的提议，欧洲3国的条件明显更宽松，所以伊朗直接把特朗普晾起来了，不与美国对话。伊朗可能在想，只要拖得越久，对己方越有利。不过如今的伊朗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极端孤立，除了俄罗斯在嘴上支持外，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公开站在伊朗这边，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国家，震耳欲聋般的沉默。时代周刊的新封面更是暗示，只有将阿亚图拉政权终结，中东才能迎来新时代，迎来真正的和平。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强硬派，革命卫队不断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伊朗政府却在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试图尽快让以色列停止空袭。这一点火力军之前说过，就不再耽误大家时间了。只说一句，伊朗政府认为以色列空军控制着伊朗天空，革命卫队的高级成员们不断被定点清除，就连哈梅内伊自身也不安全，称这种威胁要比核设施和导弹基地遭轰炸更加危险。此外，伊朗原子能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艾斯拉米倒反天罡，开始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拉斐尔·格罗西，称伊朗准备对他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理由是格罗西在以色列空袭伊朗时无所作为。这是继伊朗外长阿格拉奇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后，伊朗政府又一次重大外交表态。且不说国际法院等机构是否会受理伊朗的诉讼，就艾斯拉米在威胁格罗西时是丝毫不提国际原子能机构前不久做出的决议，即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因此在格罗西眼里，以色列空袭伊朗核设施或许是一种替天行道行为。当然，伊朗也知道这种纯粹口头的外交表态根本没用，更多还是做给伊朗国内民众看。真正能阻止以色列继续空袭的，并不是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国际机构，而是美国。路透社援引3名匿名外交官表示，在以色列开始空袭以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与特朗普的中东特使韦特科夫多次通话。他表示，投降这个词在伊朗民族的词汇里不存在，称只要以色列继续空袭，就不与任何一方谈判。伊朗永远不会就其导弹计划进行谈判，铀浓缩是红线。另外，阿拉格齐称，如果美国能够让以色列停止空袭，伊朗就愿意考虑美国政府在上个月底提出的一项建议，即建立一个位于伊朗境外的地区浓缩铀联合体，将伊朗的浓缩铀转移到伊朗境外，监管伊朗的铀浓缩活动。这说来说去，以伊冲突的焦点还是回到了深藏地下的福尔多核设施。后续如何发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看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